从美院毕业几年后，我发现曾经那些意气风发的校园艺术家们大多不再坚持创作了。这个时代正在批量杀死那些最纯粹的创作者，让他们消失的并不是能力不够或才华不足，而是被迫屈服于现实。天哪，我们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今天这期视频我要推荐5本书，美院不会教你的那些生存潜规则全部隐藏在这5本书里，分别涉及财富、自由、权谋、人性和创作。如果你想在创作之路上走得更远更久，我强烈建议你读一读，学会这些又脏又有效的生存法则，你根本不需要成为饿死的清高艺术家。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点赞、收藏、关注，往下看吧。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呢？认为牺牲掉所有的时间和健康，拼命工作，扩大收入，是提高生活质量和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只要奋斗到未来的某天就能停下来，从此真正开始做自己的创作了。我曾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工作，极力证明自己。我是公司最扎眼的刺头和卷王，下班后也接私活做兼职，连续3年的除夕夜我都在加班。生活质量看似提高，实则一塌糊涂。我没有私生活，没有娱乐和社交，而且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生病。事情开始感觉不对，我在想说，未来真的会来吗？如果日子这样过下去，这未来还有意义吗？有一天逛油管的时候，在博主 MoneyXYZ 的视频中，我偶然发现了 FIRE 运动和这本 Early Retirement Extreme 的存在。FIRE 全称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意思是财务独立提前退休，与传统的朝九晚五持续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领出退休金过退休生活不同。FIRE 运动的核心是通过减少开支、累积财富、节省时间为自己赎身，回归自我价值实现，从而在身体健壮时便享受到及早退休的生活方式。Early Retirement Extreme 这本书可以说是 FIRE 运动和财富自由的圣经，这是一次史诗级的思维震撼，让我经历了一次矩阵觉醒。原来我不需要努力到60岁才能退休，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群离经叛道的酷人在践行不一样的生活实验。这本书的结构类似于学术著作，全面介绍了及早退休背后的理论和原则，这更像是一本实用哲学指南，而不是简单的3步走操作手册。作者 Jacob 对许多事物都有独到的见解，并且他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理念践行者。他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让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自由之路。书中有几个概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一群囚犯终其一生都被锁在黑暗的洞穴中，只看到墙上的影子，以为那就是全部的现实。一天，一名囚犯被释放走出洞穴，他看到了阳光照耀下的真实世界。当他试图回去告诉其他囚犯真相时，人们认为他疯了，没有人相信他。这个洞穴隐喻让你想起什么呢？我们所相信的现实是否也是人为操控的一场皮影戏呢？洞穴外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慢慢思考。还有我很喜欢的文艺复兴人与通才和专家的理念。世界局势千变万化的当下，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通过广泛学习和跨学科多元发展，成为一名通才将远比成为只精通一个领域的专家更容易实现自由，也具备更多的抗风险能力。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因为在美院我选择的就是跨媒体艺术专业，通过不同的媒介载体和手段，比如声音、视觉、灯光、交互装置来表达艺术。艺术创作者总是碍于现实压力，将梦想排在谋生之后，谋生又何时是个头？即便爬得再高，规则制定者才是真正的赢家，遵守者随时会被叫停出局。这本书告诉你，如果你不想玩这个游戏，可以选择主动退出，没有人强迫你待在洞穴里，我们被无形的枷锁困住了，这才是最致命的束缚。在这本书的理念指导下，我通过降低支出、控制物欲，将做了几年全职的积攒作为启动经裸辞。颗粒无收1整年后，我又给了自己1年期限，终于成功开辟多元收入渠道，最终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如果没有这本书，你今天不会在互联网上看到我，我更可能还在为别人的梦想打工。记得准备好离开洞穴时看这本书，你会得到指引。接下来推荐的这本书在监狱图书馆非常受欢迎。如果回到刚出社会的那年，我希望拥有这本罗伯特·格林的《权力的48条法则》，并一口气读3遍。作为艺术从业者，我们常常因为过度关注手头的事情，忽略了周遭环境和微妙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脱节，眼里透露着一丝清澈的愚蠢。我们认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能避开纷争，但现实是，不做坏事不等于不会犯错，即便你什么都做得很好，也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一个权力主导的世界，而权力的本质几千年来未曾改变。如果你不去了解规则，就会成为玩转规则之人的牺牲品。今天的职场冲突混穿到古代，可能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这本书浓缩了人类几千年的权力历史，作者罗伯特·格林将它们总结为48条权力法则，每一条法则都通过古今中外的真实案例，向你揭示权力世界的运行规则和常用策略。比如第1条吧，不要掩盖上司的光芒，就让我对过去的职场经历顿悟了。我不再反问自己当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是有勇气坚定说，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如果你曾经是一名受害者，这本书能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与许多过去的伤害达成了和解。这本书在我的床头放了很久。初读这本书容易让人感觉被创飞，因为它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功利解读揭开了赤裸的真相，真实之光的照射让人感觉刺痛。或许从没有人教过你这些，当你的父母不经商不从政，他们可能就不教自己的小孩生存之道，但这本书会。这是本有争议的书，但我认为它并不邪恶，它只是揭示了邪恶，所以足以让有心之人利用它去操控别人。你不会希望你的对手读到它。总之呢，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去读这本书，学会使用权力这把武器。接下来这一本是关于如何创造伟大艺术的书，但远非如此。这也是一本关于如何活着的书，没错，是以艺术家的方式活着。李克的创造力的修行。相信每一位对艺术有追求的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感到深深的慰藉和治愈。如果你感到创造力枯竭，或者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你会在书中得到关于如何从概念走向创作的启示。它还会帮你更好地调整心态，以去更好地接受宇宙的频率，为你的艺术创造出良好的诞生环境。这是一场关于创造力的修行。作者李克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对创造力的看法，虽然看似零碎，但实际上是按照创作的整个过程排列的。虽然每一篇很短，但是能给人带来的思考非常久。作者李克用易懂的方式揭示了种种现象背后的深奥哲学理念，创作过程的痛苦与挣扎被重新诠释。如果你曾经历过创作的迷茫与孤独，这本书一定会让你感到深刻的共鸣。分享一些印象深刻的碎片吧。关于自我怀疑，使我们每个人以及作品有序起来的正是我们的不完美。我们创造的作品反映了我们是什么人。没有人拥有你的声音，只有你。关掉暗中破坏的声音。艺术家的目标是让自己保持纯净与独立，这完全是我做完第一个个人作品之后经历的一切。这个作品从真空中产生，带着稚嫩的手法。在这个作品展出时，我收到夜店的 offer， 并开始休学，开始社会化的旅程。从此这个质朴状态就中断了。往后做的一切都不再是出于纯净的创造，我开始在意收获，在意技法，在意影响。讽刺的是，认为自己技法不足正是我休学的原因，而当我花费几年光阴在技法上做得很好，却不再创作。这本书真的是一步步引导着我，它告诉我答案，在线下创造，而非继续期待未来。关于伟大，想象你要孤身住在山顶上住一辈子，你盖了一座房子，永远不会有人造访，但是你依然投入时间精力。我很喜欢这个部分的描述，艺术家要遵循自己的本心和喜好来产出纯净的自我，而不是创作时心想着会有人喜欢这个吗，然后改变自己的原味。当你怀疑有人会喜欢吗，你就会试图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是很多人都会接受的那一种，也就是平庸不出错的那一种流行。这没有问题，但这不是艺术。如果你一个人活在一个孤岛，你试图建立起一个美丽的房子，即便没有人看，没有人造访，这个房子会成为艺术，因为它从头到脚都是你的品味，与其他人无关。还有很多对我有启发的议题，比如你之前的成功也许不是因为一开始的风格，而是因为你投入的个人热情。所以如果你的热情改变了方向，那就跟上它。你对自身直觉的信任以及你的兴奋感才是引起他人共鸣的事物。我其实最近有能理解到这种感觉，当你因为某个风格或者代表作被很多人看到，你会容易被困在那个地方。当时间更久，你会开始讨厌那个代表作，并感到自己被困住。许多明星和艺人饱受这种痛苦。名利在这个创作层面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把你推向一个富足的高度，却留下内在的匮乏。我现在也经常会有一种我在扮演戴布兰德帽子的那个人的感觉，我总感觉自己在扮演过去的自己。你可能发现我已经开始做一些新的题材，没有戴帽子，比如这个姊妹聊天室系列，我有更多的想跟你深入探讨的话题，但我一开始其实非常担心大家不会接受。在探索新的地平线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一些粉丝，也可能是出现新粉丝。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你决定把自己的工作限制在熟悉的范围里，对你自己与观赏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害。
在这本书的阐述下，有几个时刻，我感觉自己的创作之路变得更加清晰，也对今后的创作感到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有义务时时检查自己的创造力状况，必要时来一次创造力的修行，去重新召唤曾经的一些敏锐感受力和表达力。我不想过多的定义这本书，尽早开启你的创造力修行。这是一本灵性之书，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你可能像这样困惑，为什么很多艺术创作者才华横溢，作品优秀，可就是不火呢？不仅如此，你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水平比你差劲的人在网上混得如鱼得水。不要怀疑自己的专业能力，但也不要责怪他们，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被我们忽视的重要技巧——秀自己。这本 Show Your Work 正是教你如何去秀的。中文译名有2个版本，点子就要秀出来，或者人人都在晒，凭什么你出彩？我个人更喜欢英文原版标题。序的第1页引用的内容就明确指出，这本书的受众是艺术家。对艺术家来说，如何让自己受人瞩目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这本书的受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任何正在做自己事业的人，有自己热爱之事的人，也能够从中受益。这本书并不厚，内容深入浅出，语言简单易懂，还配有很多作者手绘的剪贴画，阅读体验是比较轻松的。他提供的建议也非常具体且可操作。我先前视频中提到的一些理念，比如做一妥答辩、坚持点滴积累，这些都是深受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其实是奥斯汀·克隆的3部曲之一，另外2本像艺术家一样剽窃继续前进也很值得一读。干脆花点时间一口气把3部曲都读掉吧，它们能帮助你在艺术创作中脱颖而出。你的创作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所以要学会 show your work。 你是否认为艺术创作是不太需要与人沟通的？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名艺术家好像只需要闷头创作，其他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团队带他解决，而事实正好相反。沟通也是艺术创作者的一门必修课。举个例子，比如你在进行联合创作和其他人合作，大家一定会有观点不同的时刻吧？你怎样能既清晰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时又能倾听对方的观点，调和好你们的需求呢？或者是跟人谈报价，你有你的理想价，而对方给你的惊世创意报了一个白菜价，是不是感觉血压一下子就飙升？这个时候如何沟通就成了一门艺术。你会发现有时候好好说话真的比搞艺术还难呢。不光是创作，在家庭、工作、亲密关系中，我们都需要与人沟通。这本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会彻底改变你的沟通方式。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在沟通中都习惯性使用异化的沟通方式，比如下意识地使用批评、指责、命令、忽视和回避。还是拿刚才的情景举例，你和你的合作伙伴在创作方向上产生了分歧，异化的沟通方式下产生的言语是：你的想法太俗了，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艺术？这完全不符合我想要的风格。这样一来，不论你表达的初心是什么，都会让对方产生误解和敌对情绪，形成破坏性的沟通，没有人能够从中如愿。而非暴力沟通主张通过4个步骤来进行沟通。第一步，观察。我注意到你提的方向更偏商业化，而我的方向更注重艺术表达。第二步，感受。这让我感到焦虑，我担心我们的作品会失去原本的艺术性。第三步，需求。我希望我们的作品能保持艺术性，同时又能被更多人接受和看到。第四步，请求。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吗？多年前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意识到自己简直就是人机，因为我一直在无意识地使用暴力的方式与人沟通。通过这本书，我改善了自己在工作中、情感中、家庭中的沟通方式。非暴力沟通不仅能让你学会表达，还让你学会倾听，甚至你可以用它构筑情绪防弹衣，抵御来自他人的言语攻击。我突然觉得这本书好像很适合每一位打工人看。我现在看到一些恶毒的网络评论，可以不再感到受伤，而是从中读出他们的内心需求。其实不光要非暴力地对待他人，这本书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对待自己。在感到自责或者愤怒时，我们可以识别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和没有被满足的愿望，去理性地直面这一点，做出积极有效的改变。总之，这是一本适合反复阅读、刻在脑子里的书。5本书的介绍就到这里啦。天，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真的希望我能更早就读到这些书。如果你有任何启发感想，或者你也有好书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想知道我是如何自学任意一项技能，或者想知道我是如何使用人生仪表盘进行人生管理规划的话，不要忘了查看这2期视频。如果喜欢子梦像这样介绍书，以后希望看到更多的话，可以扣个1让我知道一下哟。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记得点赞、关注、订阅支持一下哦。我是子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